正在东南亚进行任内首访的美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妄称，中国在亚洲大搞侵略性举动，而美国对印太安全与繁荣的承诺不变，希望东盟国家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针对布林肯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面前渲染鼓吹所谓中国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的精分式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表示，美方挑动分裂隔阂、煽动对立对抗的做法，在世界上不受欢迎，在亚太地区更加行不通。布林肯周二在雅加达发表政策演讲，先是强调了美国为向亚洲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和疫苗所做出的努力，并在安全课题上展开更密切的合作。接着，他切入正题，宣扬美国正推动全新的印太经济框架，重点关注贸易、数码经济、技术、供应链、清洁能源等领域，并指出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提供了超过48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努力的一部分。And we'll adopt a strategy that more closely weaves together all our instruments of national power, diplomacy, military, intelligence, with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布林肯在近半小时的政策演说中，除了不断宣扬美国对印太安全与繁荣的承诺，反复阐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之外，还花费大量篇幅渲染中国威胁，妄称中国通过贸易限制措施打压与其抗衡的国家，还不点名提到亚太地区一些政府正采取措施让互联网变得更加封闭、破碎和不安全。对中国进行完一系列抹黑言论后，布林肯话锋一转，美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发冲突，而是为了防止冲突。美国将确保美中竞争不会滑向灾难。Because the failure to do so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all of us. 针对布林肯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面前渲染鼓吹所谓中国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的精分式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表示，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同中美元首会晤的精神不符，也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汪文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美方真像其声称的那样，要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话，就应当切实尊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拼凑小圈子，挑动集团对抗。就应当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而不是频繁派舰机到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滋事。就应当做地区对话与合作的促进者，而不是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地区团结合作的搅局者。美方挑动分裂隔阂、煽动对立对抗的做法，在世界上不受欢迎，在亚太地区更加行不通。为了与中国争夺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布林肯在任内对东南亚的首访自然对访问国家进行了精心甄选。观察指出，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属于海洋国家或滨海国家，美国可以顺理成章以所谓航行自由来给他们敲边鼓。另外，这三国的新经济业态相对成熟，利于美国推销新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将他们纳入美国主导下的排他性产业链体系。印尼是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然后马来西亚这几年在这个新兴经济，尤其像半导体芯片这些方面发展得很快，然后泰国与美国的这个经贸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所以美国与这几个国家是还是有比较多的共同利益吧。至于布林肯的首站为何选在印尼，有分析认为，美防长奥斯汀和副总统哈里斯曾于7月和8月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却偏偏绕过了印尼。而印尼作为东盟的领头羊，又是东盟国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GDP 排名前列的经济体，美国方面认为拉拢印尼就可以从战略层面管理好同东盟的关系，对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The economic ties, of course, with China here into Indonesia are immense.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Indonesia, so there's a lot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Indonesians, of course, very well know
why the Americans are now turning towards Southeast Asia in order to gain more allies. 事实上，美方对于布林肯此次访问的态度非常高调。在布林肯启程前往印尼前夕，美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布林肯寻求实现拜登政府的目标，就是把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此，布林肯不仅会与东南亚国家商谈经济合作框架，还将就防务、网络安全和空间能力等领域展开合作。不过，印尼的态度显然与美国存在温差。布林肯尚未抵达，当地媒体就认为印尼应当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当地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印美关系，布林肯先生，我们还是喝咖啡吧》的评论文章，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比作两人见面后分别是去喝啤酒和喝咖啡的关系，以此强调，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印尼和美国只能算是喝咖啡的合作伙伴，而非喝酒的盟友，一直两国关系未达火候。那美国也是在这个东南亚一直也在极力的推进它这个价值观外交，经常以这个民主人权这套说辞，希望能来这个拉拢东南亚，组建一个抗中的联盟。但是东南亚国家主要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还是更关注于这个发展，对于这个意识形态这些方面还是比较有担忧的。布林肯抵达印尼后，分别和总统佐科、外长雷特诺会面。尽管布林肯不遗余力地称赞印尼是世界第3大民主国家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有力支持者，雷特诺也表示，美国对印尼做出了坚定承诺，但两国外长周二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并未提及美国此前想要大肆推销的防务和网络安全内容，仅计划围绕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外媒直言，印尼对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愿景不太感冒，一是因为拜登政府并未阐明框架的具体内容，概念仍是个空壳；第二则是美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实际投入力度多大是个问号。更有分析认为，美国推行的印太经济框架实质是为了逐步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确保华盛顿充当地区经济议程设置的领头羊。这与东盟印太展望中维护自身中心地位、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是背道而驰的。而在安全领域，虽然在布林肯出发前，美国已经商定2022年国防预算草案，其中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额度达到71亿美元，但美国试图以拨款为诱饵，调动中国周边国家在炒作南海问题上的积极性，恐怕要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和东盟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They wouldn't share this idea of a bullying Chinese force. And of course, they're fully aware as well of the strategic investment of submarines, the AUKUS proje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have done with Australia. ASE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more of a neutral to keep it secure and stable. 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的确是大国竞争中重要的战略要地。就在布林肯访问印尼的同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也在雅加达出访。美联社的报道披露，布林肯前脚刚离开雅加达总统府独立宫，俄罗斯政府的第3号高官帕特鲁舍夫就迈入此地，同佐科总统展开会谈。晚些时候，印尼外长雷特诺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是印尼的好伙伴。2023年，印尼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为此，佐科总统希望在此期间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从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说呢，它虽然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这些大国这个域外的力量能够更加的重视这个地区，这样能凸显这个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这是一种平衡的一种大国政策吧。就是他一方面在与美国去接触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欢迎俄罗斯或者是欧洲国家这些力量，都来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这个合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雅加达宣讲所谓印太战略，再度将矛头指向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严批，美方挑动分裂隔阂、煽动对立对抗的做法，在亚太地区尤其行不通。那您对于这番交锋如何看呢？过去几年呢，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把东南亚十国放在眼里，也不重视印尼。中国则相反，积极地推进“一带一路”，以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立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呢是2020年上半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发起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了，这呢让美国感到自己呢被挤到边缘了，以后呢就开始加速的介入东南亚与中国来竞争。布林肯访问印尼的目的呢几乎是赤裸裸的，他说呢东南亚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支持印尼在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还把中国抹黑成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并且吹嘘美国到东南亚呢是一种平衡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呢特别看重印尼还有历史的原因。那么在美国的支持下呢，印尼的开国总统被推翻之后呢，是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直到1998年下台。现在呀，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把印尼说成是世界第3大民主国家，从而拉拢印尼来制约中国，这也是很可笑的。美国的目的呢是达不到的，在印尼身上下功夫可能是一事无成。为什么呢？这个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呢是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在佐科总统任内啊，中国呢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斥资数10亿美元新建高速公路、发电厂以及一条高铁线路。这印尼呢约80%的新冠疫苗都来自于中国。印尼虽然呢与美国在军事、反恐和发展项目上有合作，但印尼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保持着警惕，对于美英呢协助邻国澳大利亚构建核动力潜艇呢是非常的不满，也非常的不安。所以我认为呢，美国呀想把印尼拉到制华堡垒的圈套中，印尼呢是一定不会上套的。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那么就相同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那么对于布林肯在雅加达鼓动对立的言论，您又是如何看的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印尼乃至东盟10国早就饱受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规则游戏，清楚地了解到最值得遵守的规则是不干涉内政，本地区的事儿该由本地区人民来主导来办。就拿美国当回事儿来说的南海航行飞越自由吧，这真是事儿吗？完全不是，是美国刻意包装，旨在裹挟东盟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伪命题。具体到印尼，美国不断炒作所谓印尼纳土纳群岛什么和中国的海洋权益纠纷。去年11月，美国又求不到印尼、菲律宾等国邀请的名义后，索性私下伪装，以所谓中国非法捕鱼为由，增派海岸警卫队到南海活动，刻意制造麻烦。美国还悲歌中国承建亚万高铁，警告印度小心中国债务陷阱。个中所见，美国所倡的规则不是追求最大公约数、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发展主义规则，而是夹杂大国竞争、谋求垄断利益的分裂主义规则。我们翻回头看东南亚各国和我们共同创立、遵守并且发展的规则吧。今年是中国东盟对话关系30年，上个月，中国东盟刚宣布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在经济，还要在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等领域高度互信、深化合作。别的不说，今年头11个月，东盟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超5万亿。这种和平与发展的红利，正是这种非排他、重在做大蛋糕的规则所赋予的。就像美国学者扎瓦基所讲的，美中势均力敌的新竞争中，东南亚成了较量的前线。整体上，东南亚各国不约而同地坚持2大规则：一是别让我选边站；2是以东盟为核心。原因很简单，东南亚10国从政治制度到民族宗教，再到经济水平，可谓世界上差异度最高的地区。但东盟为什么成为全球瞩目的高效率地区组织呢？就在于它照顾到了现实，不是采取一套，而是11套东南亚政策规则。一套是满足东盟运行，10套是适应10个具体的成员。同样的道理，无论中国还是东盟10国都不拒绝规则，但要害是这个规则是包容并尊重各方差异的。
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周一与澳总理的记者会上，多次被澳总理挖坑反华议题，但均被文在寅巧妙脱坑。澳大利亚的做法不仅违背待客之道，也损害韩国的利益。文在寅当天还表示，中国、美国和朝鲜原则上同意发表半岛中战宣言。对于中战宣言，中国一直持积极参与态度，而重要阻力来自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也为了让自己在半岛搅浑水，美国近期的行为实际上有损半岛中战宣言的达成。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一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当事方原则上已同意发表中战宣言，但朝鲜把美国取消对朝敌对政策当作先决条件，因此有关磋商尚未启动。有关当事方就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才能发表中战宣言。1953年7月27号，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因此，严格来讲，朝韩一直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而是处于停战状态。文在寅近期频频提及中战宣言。英国广播公司称，文在寅总统将于明年3月卸任，执政5年期间，他多次诚恳呼吁，希望给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但文在寅的提议面临巨大的挑战，朝美双方对于提议立场难以统一。今年9月，朝鲜方面表示可以考虑就中战宣言进行谈判，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放弃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朝鲜外务省副相李泰成当时曾表示，目前签署中战宣言为时尚早，只要美国不改变对朝敌视政策，即便签署中战宣言也没有任何意义。而华盛顿则多次重申，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并且还在对朝制裁上继续加码。目前半岛中战宣言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和朝鲜之间他们立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美国和朝鲜均持有一些比较难以实现的要求。另一方面，韩国媒体也分析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协助，韩国政府推动的中战宣言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对于中战宣言，中国一直持积极参与态度。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结束半岛战争状态，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是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缔约方，中方同有关方面就半岛事务保持着沟通协调，我们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分析认为，对于半岛中战宣言，现在是韩国积极推动主动斡旋，中方也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核心当事方美国和朝鲜却都不积极。从美国方面来看，为了遏制围堵中国，美国并不愿意看到半岛长治久安、固化和平，要给自己搅浑水留足战略空间，担心签署中战宣言会束缚自己。此次文在寅访问澳大利亚期间，韩澳签署了一项价值超过10亿澳元的国防合作协议。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澳总理莫里森和记者频繁在涉华问题上挖坑，文在寅表示，此次访问与韩国对华立场毫无关系。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决定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就表示支持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文在寅在记者会上再次明确表示，韩方尊重澳方的决定，但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一国建议韩方也要参与。韩联社的分析认为，在中美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以及澳大利亚不断向韩施压，使韩国陷入两难境地。韩国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如果在美国对华施压的各种措施上都拒绝加入的话，那么韩国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战略地位将被削弱，那么随之韩国可以从美国获得的安全保障也将随之减少。实际上，北京冬奥会可能成为朝韩对话契机，这一点文在寅心知肚明。由于2018年平昌冬奥会时朝韩双方的互动，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也被普遍认为可能成为中韩关系乃至半岛局势的一次突破契机。韩方不止一次公开表达过希望借北京冬奥会展开同朝鲜方面互动的期待。文在寅今年9月就在会见中国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希望北京冬奥会成为改善朝韩关系的另一个转折
折点，为东北亚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韩联社本月3号报道，不具名的韩国政府高官表示，目前中韩两国正推进韩国文化体育部长黄熙访华，也不排除文在寅借北京冬奥会之机访华的可能性。韩国政府周一还决定正式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中国9月提出申请加入是韩方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年年初，文在寅在新年致辞中表达了加入 CPTPP 的意愿，但从那以后申请似乎陷入停滞。金融时报等外媒认为，这与政治因素不无关系。一来，韩国对加入协定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担心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奥巴马政府推出 TPP 带有对付中国的意味。二来，尽管韩国最大的2个政党都支持加入，但韩国有一些敏感部门，比如农业、渔业和中小企业界，出于对竞争加剧的担忧，对加入协定持反对态度。三来，与日本的艰难关系造成潜在障碍。韩联社说，日本一直不愿韩国加入 CPTPP。舆论认为，随着中国申请加入，韩国的部分担忧已经打消。明年，新加坡将接替日本成为 CPTPP 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日本因素也有所缓解。那么，加入 CPTPP 可以给韩国带来可以预期的经济收益、经济利益。那么，尤其是随着中国也申请加入 CPTPP， 那么韩国担心被排挤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圈，失去一个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方面是韩国希望通过加入这样一个地区多边机制，可以提高韩国作为中等国家的形象，提高韩国在地区的国际地位。近期国内疫情多地散发，特别是浙江的本土疫情以及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的首次检出备受关注。周二，广州发现广东省内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目前重点场所筛查人员排查结果均为阴性。而天津在周一首次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为无症状感染者，来自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研究团队近日成功从临床样本中分离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已将分离出的病毒株分别送往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科兴生物与国药集团做研究和开发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据国家卫健委消息，周一0至24时，全国出港澳台地区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本土病例51例中的44例出现在浙江。据浙江省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周一16时至周二16时，浙江宁波、绍兴、杭州3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3例。从本月5号至今，3地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5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浙江全省已累计排查密接者14296人，次密接者29151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3地已累计开展核酸采检1094.32万人份，已出结果972.04万人份，除上述感染者外，其他均为阴性。周二，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陈斌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广州发现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这名病例为男性，67岁，家住越秀区。10月27号从国外入境，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12月11号解除隔离后乘飞机返回广州，闭环转运至越秀区家中居家隔离。12号，华乐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例行采集核酸标本，13号凌晨通报结果初筛阳性，经市区疾控中心重采样复核结果均为阳性，目前病情稳定。市疾控中心对该病例的离世子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报国家疾控中心确认，检出新冠病毒为奥密克戎突变株。截至周二中午12点，广州排查奥密克戎变异病例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核酸结果均为阴性。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介绍，奥密克戎仍然是新冠病毒的一个变异株，仍然是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还有就是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响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实际上这一次解除隔离人员在居家隔离期间我们做的第一次核酸检测其实就非常敏感的就把它给排查出来了。
所以，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防范，一个是物理防护，也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依然是最简便易行且非常有效的预防手段。大家一定要坚持，不要放松。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苗的接种，无论是构筑群体免疫屏障，还是提升个人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岸一家亲，跨海来相会，正在福建厦门举办的第13届海峡论坛，持续聚焦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海峡两岸的新朋老友相约巴闽，畅叙乡情。论坛上，台湾新党前主席上台发表讲话时，一度哽咽8秒钟，随后动情高呼“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一幕，成为本届海峡论坛的其中一个高光时刻。深圳卫视记者也在举办地厦门专访了郁慕明主席。作为两岸一家亲的见证者，这位今年81岁高龄的岛内资深统派斗士强调，不论时事如何变化，自己都会永远凭一副铮铮铁骨，秉持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身体力行，推动祖国统一，义不容辞。一辈子我的梦，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郁慕明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8岁那年随父亲赴台。在谈到此次论坛上的动情呼喊，郁慕明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自己曾亲眼目睹过中国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相信中央政府有能力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就会有能力让台湾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采访中，耄耋之年的郁慕明始终目光如炬。他强调，尽管蔡当局极尽所能对岛内敢于仗义直言的统派人士进行打压，但不论时事如何变化，自己都永远会凭一副铮铮铁骨，秉持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身体力行，推动祖国统一，义不容辞。我常常说了，我做个中国人不爱自己，难道爱比其他国家吗？那我在对的路上做对的事情，这是自然的。我认为我所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做个中国人。我生在抗战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没有体会过的，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被人欺负，但是走过了，中国人都走过了，再大的苦难都走过了。现在总也该轮流，风水轮流转，也该转到我们该站起来了。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现在只是在做对的事情。作为岛内德高望重、资历最深的政坛领袖之一，郁慕明几十年来亲历了台海局势无数的起落沉浮。当记者问及近2年里两岸关系的发展，哪些在他意料之中，哪些又超出他意料之外，郁慕明坦言，在民进党以美谋独的操弄之下，两岸政治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让他很是痛心。但两岸民间交流从未阻断，且呈现越加繁盛的状况，这说明中华文化的根脉永续，他也对此充满信心。那我没有想到的是，两岸的关系怎么会变这么坏？这是没有想到，因为按照过去，你怎样你都是不管交流停不停，但是两边呢不会恶言相向。到马英九时代，两岸彼此还来来往往，大家还说了台湾可以到大陆，大陆可以到台湾。可是蔡英文他们一上来以后，居然断绝了，而且挑衅、污蔑、扭曲，所以造成大陆的同胞呢就会反弹，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怎么会蔡英文会搞得这么样的恶劣？这是我没有办法想到的啊。那我可以想到的呢，就是民间的交流是不会断的。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到大陆来就学、来就业，他不能限制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继续民间的来往，让更多的人了解说其实大陆不是台湾所讲的这个样。针对大陆今年11月初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郁慕明表示，此举回应了岛内支持两岸融合统一民众的声音，大快人心。大陆这个做法，我早就在期待的。等到他一宣布这个，我觉得大陆同胞很高兴啊，在台湾对我们统派也很高兴啊。你至少统派跟独是分开了，所以这个就是往前走。你想想看，从大陆赚了钱回来支持台独，
这不合逻辑。而我们统派也没有到大陆来赚钱，也照样喊统，啊，但是呢，独派的到大陆赚得饱饱的，回去支持台独，所以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独就是要打压，独就是要压制，那统的呢就应该要鼓励。那么年轻人会看样学样的，当你两个都不分清楚的时候，他们也在旁边观望，不要做出头鸟。对，啊，可是他一看，哦，统的，你大陆很挺，他也敢挺了，他也敢统了。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将由90名议员组成，其中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表示，特区政府已为选举工作准备就绪，他也将会为新一届议员监视。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也已全面投入选举工作，特别加强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选举顺利举行。特区政府已寄出300万份地区直选的小册子，介绍选区投票方式、候选人提交的资料等。香港各机构、社团等近日也进行很多工作，呼吁选民投票。很多商厦的电子屏幕也自发播出立法会选举宣传广告。香港公共交通营办商在选举投票日提供免费乘车优惠，以支持选举。林郑月娥强调，这些举措都是行业自发行为，相关费用由行业自行承担，不会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林郑月娥表示，明年1月1号为第7届立法会任期的开始，她会亲自主持90名议员的宣誓工作。周二上午，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到北角一个投票站巡视，模拟立法会投票日的投票运作。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向全港学校发信，呼吁校长和老师在19号的立法会选举中踊跃投票。这次选举教育界功能界别由5名候选人角逐，是自1985年以来竞争最激烈，候选人的背景不同，服务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杨润雄表示，相信老师作为教育界一份子，必定会积极推动公民教育，以身作则，履行公民责任投票。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是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换届选举，所以意义重大。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日前在个人网页上撰文表示，过去立法会曾成为破坏力量的舞台，现在这股破坏力量未完全根绝，但很多外国代理人仍潜伏在港，刻意阻挠选举，煽动他人不投票或投废票。李家超呼吁选民积极投票，是打击破坏力量的最直接方法。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他们呢操纵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来嘛千方百计的破坏这是这个嘛选举实际上呢从这个选举过程来看，只有香港人民真正的这个站起来，就是我们树立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观念维护社会稳定这个观念，才能够应该说建立一个良好的这个嘛选举环境来回归法治回归这个维护社会的安定。